出口爆了，老百姓的錢包卻更空了。這句話或許是今天中國經濟最荒誕又最真實的寫照。2025年11月，中國外貿數據看似亮麗，總出口額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數字創下歷史新高。媒體歡呼出口復甦，中國製造逆勢崛起。但在數字光鮮的背後，是對美出口暴跌、內需持續萎靡、資本外逃加劇、製造業鏈條失衡的多重陰影。一邊是外貿巨輪勉力衝刺，一邊是內需市場泥濘不前，這樣的失衡繁榮，正在把中國經濟推向危險的拐點。海關總署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11月，中國對美出口同比暴跌 28.6%， 連續8個月出現雙位數下滑，是自8月份以來最大跌幅。這一數字堪稱中國外貿體系的警鐘。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國對華平均關稅高達 47.5%， 遠超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會蠶食出口利潤的 40% 死亡線。儘管中美高層10月末在韓國短暫破冰，宣布部分減稅意向，但資本市場幾乎沒有買賬。分析指，關稅不是唯一阻力，美國市場正在系統性去風險化，重組供應鏈，中國不再是那個世界工廠的唯一坐標。經濟學家估算，美國市場份額的喪失讓中國整體出口增速下降約2個百分點，相當於 GDP 減少 0.3%。這在一個規模超過120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體中，看似細微，卻足以撼動就業與財政。出人意料的是，中國出口總額仍同比增長 5.9%， 扭轉了10月的下降趨勢，且遠超市場預期。表面上是一場逆勢奇蹟，實際上卻是另一種病態繁榮，向更窮的國家傾銷更廉價的商品。數據顯示，11月對歐盟出口增長 14.8%， 對澳大利亞飆升 35.8%， 東盟市場增長 8.2%。在美國關稅高牆阻擋下，中國企業拼命把剩餘產能，尤其是低附加值工業品和鋼材、化工品、光伏組件等輸送到其他市場。這種掠奪式擴張固然能讓出口報表更體面，卻在全球引發一場量賤價低的鏈式衝擊。高盛與《華爾街日報》的聯合報告更是直言，中國的出口模式與其他經濟體的增長已出現負相關，即中國越繁榮，全球其他製造國越困難。這意味着北京正在以壓低全球製造利潤的方式擠壓他國的經濟生存空間。觀察這輪出口增長結構，鋼鐵產品是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粗鋼產量預計仍在10億噸高位徘徊。儘管國內房地產崩塌、基建投資銳減，鋼鐵產能幾乎沒有實質性削減。這是一種典型的僵屍式擴產，明知無利可圖，也不得不繼續生產，只為維繫地方稅源和就業。中國鋼鐵業已經陷入結構性過剩泥潭，處理難度遠高於外界想象。因為一旦削產，就會拖垮上游礦山、下游運輸乃至地方財政，成千上萬的工人可能失業，短期內幾乎無解。今年前3季度，中國鋼鐵出口高達8796萬噸，同比增長 9.2%。這意味着中國已比東南亞低 30%， 比歐洲低 40% 的價格傾銷鋼材。法國、韓國、印度等鋼企的利潤幾乎被擠壓殆盡，全球貿易摩擦如影隨形。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所警告，如果中國不削減順差，歐盟將不得不效仿美國，對中國產品徵稅。這不是威脅，而是整個經濟體系自保的自然反應。和出口繁榮形成鮮對比的是，中國進口僅增長 1.9%，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連續8個月低於50榮枯線，意味着工廠在收縮，訂單在減少，投資信心仍未回暖。
消費層面同樣冷寂。信貸端數據顯示，2025年11月，居民新增中長期貸款僅為3100億元，同比減少近40%。人們不願買房，不敢消費，商業街空空蕩蕩，電商平台打折促銷仍銷售不振。過去10年是投資造夢時代，如今則是債務清算階段。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10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4.9%， 創15個月最低；零售銷售增長 2.9%， 為2024年8月以來最低。工業利潤同比下降 5.5%， 疲軟信號幾乎寫在賬目上。當外部市場關起門時，內部市場卻仍無力自救。北京的雙循環口號喊了5年，至今未形成真正的內需引擎。房地產泡沫退潮，就業市場緊張，民營資本信心受挫，這些現實讓消費復甦幾乎成了一種奢望。出口熱只是幻象，真正的難題在國內。如果說外貿還能靠政府補貼和價格傾銷維持增長，那麼內需的崩塌才是真正讓中國經濟陷入無解循環的核心問題。中國從2020年起提出雙循環，要讓內需成為主引擎，出口只是輔助。但5年過去，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的外循環越來越強，內循環卻徹底卡殼。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前3季度，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 3.1%， 而同期印度增長 7.9%， 美國增長 6.4%。中國人不消費不是選擇性節儉，而是消費不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家庭平均可支配儲蓄中有高達 64% 停留在銀行賬戶，願意增加消費的比例降至 13%， 創歷史新低。背後是工資停滯、房貸高企、就業不穩的多重焦慮。房地產原本是中國內需的支柱，如今這根支柱已經徹底斷裂。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國房價平均同比下跌 7.8%， 2、3線城市部分項目跌幅超過 20%。據中原地產數據，全國庫存房源已突破8億平方米，創10年最高。房價不漲，地方財政的土地出讓收入暴跌。2025年前3季度，全國土地財政收入同比下滑 19%。住房不再是資產，而成了負擔。年輕人既不買房，也不結婚，老百姓有房無限錢，政府賣地賣不動，這就是今天的3重困境。曾經被譽為中國經濟奇蹟引擎的地產業，如今成了最大的釘子戶。置業寒冬讓鋼鐵、水泥、家電、家居等上游產業鏈全線受挫。11月，全國家電銷量同比下滑 12%， 水泥產量降幅達 13.5%。一個地產拖垮的中國，內需復甦根本無從談起。2025年的另一個關鍵詞是無聲失業。官方雖不再公布青年失業率，但根據紫光研究院測算，16至24歲青年真實失業率可能高達 22.5%。大學生就業難，職場裁員潮並行，整整一代年輕人陷入低薪加焦慮的循環。消費信心指數應聲下跌。中國經濟觀察中心數據顯示，2025年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 83.2， 滿分200，創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對未來收入看跌的人群占比達 48%， 這是全球最高之一。過去10年，中國靠年輕人超前消費維持了電商繁榮、餐飲爆發、旅遊紅利。而如今的 Z 世代選擇存錢、防風險，他們減少出行，晚婚少育，避開大額支出。這意味着未來5年，中國消費市場的結構性萎縮將是長期的。面對需求塌陷，北京試圖通過投資刺激托底經濟。2025年，地方專項債再度突破 4.5 萬億元，
超越2020年疫情高峰。但這些資金大多流向地方基建、修路、造園區、建產業園。問題是，這些項目創造的短期 GDP 並不會帶來長期生產力。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空港廢園重演，一邊舉債擴張，一邊財政赤字擴大。截至2025年10月，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總規模已逼近70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 GDP 的一半。IMF 在10月的報告中警告，中國債務膨脹加增長疲軟的組合正在形成系統性風險。倘若出口降溫，房地產繼續滑坡，地方財政鏈恐將出現違約潮。中國試圖以全球傾銷來延續增長，卻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反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12月公開警告，北京必須削減貿易順差，否則歐盟將跟隨美國上調關稅。事實上，歐盟內部已經啟動對中國光伏、電動車的多項反補貼調查。德國工業聯合會報告指出，中國電動車在歐盟市場份額1年內從 3.8% 飆升至 11.2%， 其中60%價格低於歐洲本土平均制造成本。高盛預計，若歐盟全面加徵 10% 的關稅，將導致中國出口下降約 4%， GDP 減少 0.6個百分點。考慮到中國出口對 GDP 貢獻約 30%， 這打擊是致命的。外需被封堵，內需提不上來，中國的雙循環實際演變成一條命線戰略，死守出口一口氣。問題是，當全球都在重建供應鏈去中化，這口氣還能撐多久？在所有經濟指標之外，還有一個沉默的變量——人口。國家統計局數據，2025年中國總人口預計跌破13億，這是60年來首次連續3年下滑。勞動人口減少近900萬，老年人口突破3億，佔比超過 21%。人口老化正在吞噬中國的消費基礎。更嚴重的是，年輕人數量減少，意味着未來購房、結婚、育兒需求銳減。房地產、教育、醫療、快消品等支柱行業都將長期萎縮。摩根士丹利的預測認為，到2030年，中國的潛在年均經濟增長將降至 3% 以下，消費主導型增長恐怕再難實現。出口仍在狂奔，但支撐它的內循環已轟然塌陷。一個靠傾銷維持繁榮的經濟體，最終將被自己的債務、產能與信心反噬。北京至今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邏輯，不敢放鬆對產權和資本的控制，不願放棄舊有的工業邏輯，也無法真正激活民眾消費。當外部市場紛紛設立壁壘，內部需求卻毫無起色，中國經濟正被擠壓在一個越來越狹窄的縫隙裡。歷史的經驗從未失效，一個國家若長期依賴出口和債務，就會有一天發現全球市場不再買單，而國內市場早已一貧如洗。